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。这期视频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更多的心理健康知识，谈谈抑郁的问题。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些沮丧和情绪低落，有时称之为抑郁感，这是情感反应的一部分，通常与特定的事件和情境有关，例如失业、亲人去世、恋爱问题等等，这是正常的生活经历。然而，如果这种抑郁持续时间长，超过几周或更长的时间，抑郁症状严重，并且伴有其他症状，例如能量下降、睡眠障碍、食欲改变、注意力不能集中，严重的时候可能产生自杀念头，这就干扰患者的日常生活功能和社会交往，成为抑郁症。我在上期视频谈到，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病，而不是思想问题。抑郁症是一种临床诊断，它是一种心理健康障碍，影响情绪、思维、行为和生理过程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，全球范围内每年有数百万人受到抑郁症的影响。抑郁症的发病机理非常复杂，虽然没有完全了解，但已经有研究揭示多个可能的因素和生物学基础。基于上期视频谈到过多个可能因素，下面我来主要谈谈两方面的病理机制。第一个方面是神经递质不平衡。抑郁症与神经递质不平衡有关，特别是血清素、多巴胺、去甲肾上腺素，这些神经递质在情感调节中发挥关键的作用。了解这些主要神经递质的作用，会帮助我们了解抑郁症以及它的预防和治疗。首先是血清素。血清素参与调节情绪、睡眠、食欲和认知功能。血清素水平低可能引起抑郁症和焦虑症等情感障碍的相关症状。因此，抑郁症的治疗通常包括调节血清素水平的药物，例如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，英文名字叫 SSRI。 再是多巴胺。多巴胺是与奖赏、动机和愉悦感有关。多巴胺不平衡可能影响抑郁症患者的动力和乐趣感，因此一些抗抑郁症的药物旨在影响多巴胺的水平。还有去甲肾上腺素。去甲肾上腺素是与应激反应有关的神经递质。生活中的应激反应，如失业、家庭问题、悲伤或创伤经历，可能触发或加重抑郁症的症状。长期的应激情况可能影响神经生化过程，影响血清素和多巴胺的水平，它与抑郁症的发生和症状的严重性有关。以上所提到的各种神经递质的水平的改变，都可能与神经系统的免疫反应和炎性因子有关，而这些免疫反应和炎性因子呢，可能来自于感染、创伤、过敏、自身免疫反应、慢性炎症、心理压力、饮食不当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老龄化等等。第二个方面是大脑的结构和功能。脑结构和功能异常与抑郁症有关，这里主要涉及到丘脑、杏仁核、海马回和前额叶皮层结构。这些区域与情感调节、决策制定和行为控制有关，它的功能受着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，例如基因遗传、高度神经质、低自尊心、悲观主义、应对问题的方式和社会孤立等等。这些因素使患者丘脑容易接受负面现实。杏仁核对负面的事实呢，常常会高度敏感。海马回也常常会提供过去所经历过的负面感受，最后在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综合成为另一个负面感受，使抑郁的行为不由自主的循环不息。因此专业的心理治疗呢，帮助患者打破这个恶性循环。通过以上的了解，我们不难看出，要维持神经递质的平衡，保持大脑的正常结构和功能，要学会减轻生活中的压力，
增强身体的免疫力，还需要培养心灵的坚韧和抗压能力。加强营养，特别是优质蛋白的摄入，确保各种神经递质，尤其是血清素有足够的合成原料。还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，运动、欢笑、积极的社交活动有助于增加内啡肽、多巴胺和血清素等神经递质的水平。内啡肽是一种内源性的镇痛物质，它被称为快乐荷尔蒙。当您进行体育锻炼时，特别是有氧运动，如跑步或游泳，身体会释放内啡肽，使你感到兴奋和高兴。还有欢笑可以触发多巴胺的释放，使人产生快乐和满足感。学会经常的奖赏自己，例如享受一杯你喜欢的咖啡或茶，品尝你喜欢的美食，听一首你喜欢的音乐，看一出你喜欢的电影或电视节目，阅读一本令人愉悦的书籍等等，都会不断地获取健康生活的动力。另外，积极的与朋友和亲友的社交互动，例如经常通电话、参加微讯的交流、邀请或者参加聚会等等，分享经历和情感可以增加血清素的释放。血清素与情感稳定和幸福感有关。然而，对于那些患有抑郁症和其他心理问题的朋友来说，这些活动可能不足以治愈疾病。长期以来的负面感受和心理状态还需要通过心理的疏导，学会表达情绪，积极应对，接受那些不可以改变的事实，相信事情大多不会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。黑暗的隧道总有光明之处，集中精力处理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。抑郁症通常是多因素的结果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，不同个体之间呢又可能存在不同的发病机制，因此治疗和管理方法应该是有个体化，通常包括心理治疗、药物治疗或者两者结合，及早的寻求专业人员的医疗帮助，为减轻症状，提高生活质量。那好，这期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，请您点赞、订阅并分享。订阅时，请您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会收到我视频更新的信息。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建议，请您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